这一讲我们继续留赞武帝太初3年，是时候交代李广利西征军团的下一步计划和行动了。就在赵破奴的2万汉军全军覆没之后，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武帝的面前：下一步的汉匈战争势不可免，那么汉帝国到底应当分清轻重缓急，舍迁其中权力应对匈奴，把大渊这口气先忍下来，还是双管齐下，同时对大渊和匈奴作战呢？第一种方案显然会得到一边倒的支持，因为匈奴的压力不但是迫在眉睫的，而且匈奴是进攻的一方，汉帝国就算不想应对也必须应对。大渊呢就不一样了，只要汉军不去打他，他也不可能不远千里万里打进汉帝国的疆域，孰轻孰重一目了然。但武帝呀不这么想。从私心来看，西征军团的失败太伤自己的脸面，这口气不可能咽得下去。从战略角度来看，假如不能立即找回面子，那么整个西域世界都会成为匈奴的盟友，所以没商量，打约必须打。到底怎么打呢？武帝首先挑明态度，将力主暂停对大渊作战的高级官员邓光等人下狱问罪。言下之意很明确，谁敢再提搁置大渊问题的建议，下场就和邓光他们一样了。这位邓光到底是何许人也，史料当中没有任何交代，只因为遭遇了这样一场无妄之灾，才有机会青史留名。在后人看来，国务会议当然应该集思广益，就算有人出了馊主意，也不该治人家的罪啊，不然以后谁还敢畅所欲言呢？当然，换个角度来看，这要怪邓光他们缺乏明哲保身的能力。看看人家倪宽，人家是怎么在伴君如伴虎的环境下赢得善终的呢？另一方面，如果把整件事上升到国格高度，自然呢也可以诟病邓光他们畅所欲言，不等于连有损国格的意见都可以讲。清朝学者姚燮是浙江镇海人，近距离感受过鸦片战争的硝烟，所以在诗里说区区邓光流，罪奴不足耻，态度是很明确的，邓光这种货色就该被治罪。言下之意是国耻不能忍，拼了命也要打。难道就不能以和为贵吗？姚燮的答案是不可能，因为天地绝外内，人兽乃书生，人类和野兽还能怎么沟通吗？非打不可呀。再看武帝这边，单有一副圣明君主力排众议的架势，态度有了，这个人力物力该怎么解决呢？但也不难解决，因为酷吏遍天下，所以囚犯有的是。再来赦免一批囚犯，加上鄂少年和边郡弃士，1年多的功夫，集结到敦煌的足有6万多人，这还不算支援参军、自备军需物资的人。畜力方面，牛10万头，马3万多匹，驴子和骆驼也有几万之数，粮食和武器也都绰绰有余。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大集结引发了天下骚动，全国上下都在为这个大型军事项目奔忙不休。这还不算完，马上还有第2轮更大规模的人力物力的征集和调配，这就意味着武帝已经为这一战赌上了国运。李广利的第2次西征只许胜不许败。李广利在出发之前就拟定了一个很聪明的作战计划。根据汉军掌握的情报，大渊国的都城贵山，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卡塞散市，是从流经城内的河流取水的，城内是没有井的，所以李广利随军配置有精通水利的工程兵，准备利用工程技术，使流经贵山城的河水改道，截断城内水源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摆除了这样的阵容，武帝还是不放心，再度征发边防军18万人进驻酒泉张掖以北，同时增设居延修图2座县城，筑城驻军，拱卫酒泉。资治通鉴这段内容有一点语言不详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也没能交代得更清楚，所以引发过很多争议，但我们观其达略就好。大体而言，武帝在河曲走廊一带集中了优势兵力，这就可以确保李广利军团后顾无忧。不然的话，现在正值匈奴气焰嚣张的时候，一旦被匈奴截断了河曲走廊，李广利军团也就命运堪忧了。而武帝这样的军事部署，相当于牺牲了北部边境中段和东段的防御力量。只要匈奴
避实积蓄，像默读单于和老上单于时代那样，要么打云中，要么打渔阳，汉帝国注定蒙受重大损失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士急以从权，兵行险招，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大渊、微服、西域。事实证明，武帝走的这条险棋终于有惊无险，让他操心的问题仅仅是西北用兵的人力物力，似乎还是不够。怎么办呢？著名的七苛折政策登场了。这里的这个折啊，是贬谪的谪。所谓七苛折，大体意思是常规罪犯不够用了，必须放宽标准，把那些虽然没坐牢也没有被问罪，但是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不那么合拍的人通通纳入征调范围。一共是7种人：有随官吏逃亡者、赘婿、商人、曾经有世籍的人、父母有世籍的人、祖父母有世籍的人。兵源问题解决了，后勤的阵仗更大，各种军需物资全国转运，络绎不绝，送达敦煌。武帝又特别任命了2名熟悉马性的人做直驱校尉，准备在攻破大渊之后好好的挑选当地的2种马。可见第2次西征大渊，武帝彻底打消了第1次西征时候的轻敌念头，充分意识到这一仗艰巨且必要，所以动员了举国之力，志在必得。我们还要考虑到，经过武帝这些年的折腾，汉帝国内部已经产生了很强的离心力，社会秩序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。如果这一仗真的败了，那么内忧和外患就很容易形成合力，从此改朝换代都不是没可能的。一切准备停当，李广利开始了第2次的西征。这一次因为阵容太强大了，所以所过之处，西域诸国再没有谁敢闭门不纳，一个个全都打开城门热烈欢迎，真的是单食胡将以迎王师了。当然，人家心里是不是一边骂街一边叫苦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不过如此规模的一支大军，人吃马喂，真的不会把西域那些绿洲之上的城邦小国吃垮吗？答案呀，我们留到下一讲再谈。现在只看西域诸国的态度，一个比着一个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了。不过凡事总有例外，这次例外的是轮台国。轮台史料上也写作轮头，大概是当地语言的音译。这是吐火罗人建立的国家，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一带乌鲁木齐的西南方向。我们今天看地图，轮台的北边是天山山脉，南边是塔里木盆地和塔格拉玛干沙漠。当年李广利大军西进，这一带就是必经之路。在第1次西征的时候，如果走到这里，轮台国不肯配合，李广利就会打上几天，打得下就进去抢补给，打不下就果断放弃，饿着肚子继续西进。但这次情况不同了，就算不缺粮，也非得把轮台打下来不可，不然堂堂西征大军颜面何存呢？就这样花了几天时间攻破轮台，但这一次可不是抢夺补给就算完的，而是给出了惩罚性的打击——屠城。仅从战术角度来讲，屠城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。西征大军再度开拔之后，三满大军一路顺风顺水抵达大渊国都桂山城下，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的阻碍。兵临城下，大渊军队先是在城外吃了亏，索性不再出战，坚城固守。汉军围城强攻40多天，同时截断城内水源。事态发展到这一步，大渊贵族们不得不商量保命方案了。新方案不难设想，汉人呢原本只是好生生的来要马的，大渊国王非但不给马，还杀光了汉士，这才招致今天的灭国危机。那么罪魁祸首是国王，跟别人没关系，至于那些马给出去就是了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国王本人其实也不难想通这个逻辑，假如他有丰富的历史经验的话，就该知道这个时候要推一个替罪羊出去，对汉军解释说自己当初是受了奸臣蒙蔽才做错了事，现在奸臣已经扶住宝马，任凭挑选，事情多半也能过去。但国王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大渊贵族既已定联手杀了国王，那国王的人头向汉军求和。当然话说的还是体面，如果停战，宝马让你们随便挑，如果你们不答应，我们就把宝马杀光。而康区的援兵也快到了，
何去何从？你们呀，掂量着办吧。大元贵族倒也不算是虚张声势，因为康屈国派的援兵确实来了，只不过这支援兵探查到汉军的实力，就没敢再往前走了。汉军指挥部分析局势，一致同意见好就收。他们当然会顾忌大渊的鱼死网破，也会顾忌一旦久攻不下，康屈援兵就会趁机发动。但是其关键作用的是这样一则情报：大渊人粮食储备充足，又在围城之内找到了懂得挖井的汉人，一旦让他们挖好了井，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现在既然拿到了大渊国王的人头，汉帝国的面子就有了，接下来拿到宝马，里子也有了，这样的战果已经足以让武迪满意了，没必要为了增加一点不重要的战绩去多冒风险了。就这样，双方达成停战协议。汉军挑走了几十匹良马和中等以下的公马母马3000多匹，立了一位亲近汉帝国的贵族为大渊兴王，立约而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先前不是从大渊国得到过著名的汗血马吗？难道2师城的这种宝马比汗血马更好吗？再有，武帝倾全国之力，怎么李广利带到大渊都城之下的汉军只有3万人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